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新娘子怎么了？邱一帆，你好毒，是你害死我的！呀！出什么事儿了？这啊！玄丝神针，慕容清。王昭彦中的是蛊毒，谁要是敢接近他，下场跟他一样。既然这样，还不赶快放开我们！臭丫头！终于来了。昭彦姑娘，她这是怎么了？死了。王昭彦中的是蛊毒，会传染他人，不宜留在人多之处，尽快把人抬走吧。慕容宝，是。把王昭彦小姐的尸体小心移到后园无人之处，千万不要揭开布幔，10丈之内，生人勿近。是。大喜的日子，你说这闹出人命了。邱一帆，王昭彦死前为什么跟你说这些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常大哥，严大人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王昭彦的死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一帆这个人我还是知道的，他行事磊落，江湖人称正义剑客，他怎么会毒害自己的未婚妻呢？况且江湖中名不副实的人多的是，所以挂着正义的羊头，大有可能卖的是不义的狗肉。哟呵！没想到名震江湖的药王山庄庄主慕容清小姐，居然是一个出口不逊的母老虎。我常振锋敢以项上人头作保，这个女人的死，跟我兄弟裘一帆没有半点关系。好了好了，各位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啊！我身边这位，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判，大理寺少卿蒋浩辰蒋大人。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他都看到了。我相信，他一定会查明真相，绝不会冤枉无辜的。蒋少卿，
我说的没错吧？是的，严大人。大风，大人，立刻赶回大理寺，向王少卿报告这里的情况。慕容姑娘，请问蛊毒发作需要多长时间？最快也要1个时辰，所以不能说出5时之后行踪的人，便是疑凶。裘一帆，5时之后你在哪里？我既然新娘不是他杀的，为什么他的双眼要看着门口，双脚也要朝着门口走？难道新娘真是他杀的，所以他心虚想逃？不，新娘不是裘一帆杀的。沐雨，走。哎，一帆，你快说，5时以后你到底在哪儿？哎呀，我什么我呀？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清楚楚，结结巴巴的干什么？快说！既然无话可说，来人，在，立刻把裘一帆收押大理寺候审。且慢，贾少卿，一帆还没有做出解释，你就要把他收押入监，大理寺办案，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草率？对呀，谁敢动我义弟裘一帆，先杀了我常振甫！常帮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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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把他追回来，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不用了，严大人，裘一帆逃不出我的一根线。常帮主，立刻封锁天威堂。是。小姐，张燕姑娘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。我想狄仁杰是不敢跟你碰面，我们还是不要多管闲事，赶紧走吧。不，狄仁杰已经来了，裘一帆就是引出狄仁杰的鱼饵。裘堂主请留步，我家大大有礼相赠。滚开！沐雨，小心！再动就要你人头落地！哎，千万不可，手下留情啊！此人杀害我好姐妹王昭燕，血债血偿是江湖的规矩。姑娘，长安城乃天子脚下，王法之地，
岂可滥用私刑？哎，狄仁杰，你来的正好啊！方才的事情你都看到了吧？啊，晚上刚刚正好在案发现场的旁边的酒馆喝酒，目睹了这一切。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蒋少卿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汴州判佐狄仁杰，此人智慧过人，我相信他一定能查出王昭彦的死因。下官参见蒋少卿。你就是凭机智斩杀萧朝天的狄仁杰？嗯，好。既然严大人极力推荐，本少卿也乐得旁边轻松。狄大人，请吧。狄仁杰，那王昭彦究竟是谁害死的？不知道，但我却可以证明，裘一帆不是杀害王昭彦的凶手。不过，严大人，您真的希望我这么做吗？为受害者洗冤，不是你一直坚持做的事吗？好，仁杰就来证明裘一帆不是杀害王昭彦的凶手，为受害者洗冤。请给裘一帆松绑。这位姑娘，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裘一帆无路可逃，你还是想把他放了吧。裘兄，我早就说过我是来送贺礼的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狄仁杰，你真的可以证明王昭彦不是我杀的？当然可以。谋杀呢是需要有动机的。天威堂的招牌虽然是百年金漆，但是近2年来接连失窃了几批贵重货物，使他的生意一落千丈。相反，王昭彦的大哥王浩德贵为大理寺少卿，深得皇上的信任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所以裘一帆可以靠着这门亲事夫凭妻贵，根本没有杀死王昭彦的理由。你说是也不是？你不回答也可以。墨鱼，喝酒去吧。狄仁杰，等一下。没错，天威堂的生意的确不如从前，所以王昭彦就是我裘一帆用来生金蛋的补鸡，我根本就没有杀他的动机。严大人，看来你所托非人了。狄仁杰，你只需要证明裘一帆5时以后没有去过王昭彦家中下毒就可以了。这个容易啊，这证据不就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吗？王裘两家在京城的相交遍天下，今日两家联姻，京城的大小商铺为了一尽情谊，便从大清早就开始燃放鞭炮。无论是大街小巷，还是王裘两家的门前街道，都铺满了厚厚的鞭炮碎屑。所以，谁曾在大街上走动，到过王昭彦的家毒杀王昭彦，谁的鞋底必定沾满了鞭炮碎屑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鞋底。快去！果然如此。既然裘一帆从来没有离开过天威堂，那他的鞋底必定没有沾上鞭炮碎屑。裘兄，抬起你的左脚给大家看看。狄仁杰，
一帆之前和我们一起到天威堂的门口等候王昭燕的花轿，他的鞋底沾了鞭炮的碎屑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对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但也有可能是到王家下毒时在街道上沾上的。哦，也有可能啊。狄仁杰，你再想想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我没有杀人？啊，我正在想。等等，虽然我不能证实裘一帆没有到过王昭燕的家毒杀王昭燕，但我却可以证实他午时之后身在何处。裘一帆，抬起你的右脚，给大家看一看吧。墨雨，你的鼻子最灵，闻一闻，告诉大家这是什么？我是你的书童，又不是你的小狗，为什么要嗅人家鞋底啊？这是马粪，我在这里都能闻得到，看着湿润的程度，还是新鲜的马粪。天威堂后院有个马厩，想必裘堂主刚刚去过那边吧？当然去过，这不就是喂马的草料吗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裘一帆在午时的前后，王昭燕的喜轿未到达天威堂之前，他就一直身在马厩之内，是也不是？是。你肯定？我肯定。午时之后，我一直待在马厩，没离开过，一直到未出吉时，我才返回天威堂。所以，我根本不可能到他家去杀人。那你待在马厩整整1个时辰干什么？你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又怎么可能摆脱嫌疑呢？你是不是在马厩约了人？是。女人？你别闹了好不好？如果不是女人，你的衣衫上为什么会有胭脂的痕迹？这不是胭脂，这是水痕。这不是水痕，这是泪印。女人伏在男人的身上哭，胭脂沾到了衣衫上，被泪水所化，便变成了泪印。一帆，你别抛弃我。一个男人在成亲的前夕，会面对3种女人的眼泪。第一便是慈母欣慰的眼泪，第二是未过门的妻子欢喜的眼泪，第3便是旧情人伤心的眼泪。既然裘兄的父母早亡，妻子未过门便死了，所以这泪痕应该就是你旧情人所留下的吧？一帆，大婚之日你私会旧情人，你太不应该了。严大人请息怒。试问江湖中人，谁没有点风流韵事？这也难怪裘兄了。没错，我是在马厩私会我的旧情人。可是严大人，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名节，才没有说出实情的。好，裘兄果然是重情重义之人，人家差点哭出来了。狄仁杰，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，是不是现在就能证明我不是凶手？现在还言之过早吧？你的旧情人怀了你的骨肉啊！你胡说！狄仁杰，我现在不需要你帮忙了。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帮你，我只是说要证明你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，为受害者雪冤。要不是你的旧情人怀了你的骨肉，你怎么能狠心杀死他呢？没有杀人，你拿出证据来。这证据就在……停！严大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你一路扶持我到现在，我才有今天，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不仁不义之事呢？严大人，这可是一尸两命啊！证据呢？这证据就在裘一帆的剑上。墨雨，
的剑上为什么会有未干的血？你教我如何是好？我肚子里怀的是咱俩的骨肉，我不能失去他，我也不能失去你。一帆，咱俩干脆离开长安，去什么地方都好，我这一生都跟定你了。可是，如果我现在就离开的话，我……好，你不走，我就到喜堂去，死在他们面前。邱一帆，你的确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，只因为你午时之后正在杀害你的旧情人，以及他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，埋尸天威堂马厩之内。胡说，我没有杀人。那你马上跟我到马厩去，我敢肯定你的旧情人尸体还在。不用了，抬进来。刚才蒋大人派我们去马厩查看，果然发现这具女尸，死亡不到1个时辰，尸体尚有余温，且有身孕。瞒不过狄仁杰的事情，又怎能骗得了蒋浩辰呢？没想到初见蒋少卿，就在你面前献丑了。闻名不如见面，狄仁杰果然机智过人。宁强，宁强！宁强，妹妹啊，妹妹，妹妹，你死得好惨呐！邱一帆，我和你是结拜的兄弟，你竟然做出如此猪狗不如的事情，我跟你拼了！常振锋，我一定还你妹妹一个公道。来人了，来，把她带走。一帆，你不需要这么看着我。从以前你就告诉我，做人要光明磊落。如果我不杀了这个女人，我怎么继续光明磊落？你带走。且慢！哎呀，堂堂成了帮主，怎么哭得跟个孩子似的？你是江湖中人，要给妹妹报仇，就要依照江湖的规矩。什么江湖规矩啊？跟裘一帆一战定生死，让他血债血偿。常振锋与裘一帆的武功相差太大了，你这不是让他送死吗？要报仇，不就要做好死的准备吗？这不就是江湖吗？蒋少卿，可否破例一次，让他们江湖的事情江湖了？严大人，你意下如何？蒋少卿，裘一帆已经杀人犯案，公事公办，本官不便多言。好，我也想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本少卿就破例一次，只要你裘一帆能杀了常振锋，我就答应将你无罪释放。多谢蒋少卿。
莫雨，邱一帆，你可愿意接受常振锋的挑战？江少卿，是不是我杀了常振锋，官府也不会追究？当然，一切依江湖规矩行事。没想到我身在江湖，杀了人还能逍遥法外。狄仁杰，谢谢你送的这份大礼。送佛送到西天去。好，现在就让我给你们俩作证，我数3声以后，你们就拔剑开战吧。1、2、3。我早说过，我是为受害者洗冤的。对不起你。严大人，对不起。不，你做的对，只是我有负一凡家人的嘱托。狄仁杰，做得好。狄仁杰，你站住！我决定了，把长乐帮送给你。我要你长乐帮干嘛？我会公告江湖，从今天起，狄仁杰就是长乐帮的帮主，常振锋参见帮主。我是受朝廷俸禄的，怎么能当什么帮主呢？从现在开始，振锋的命就是帮主的。
还有我常振峰送东西不要的，你给我站住！小姐，我们也走吧。看来狄仁杰并不想见你。会见的。狄仁杰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就会自寻烦恼。严大人，严大人，浩辰可在外等候？啊，不必了。唉，一番的事情虽然难以接受，可他是罪有应得。我把蒋少卿请过来，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你觉得狄仁杰这个人如何？严大人，你可听说过义帛术？义帛术？从未听过，是一种高深的武功吗？不，义帛术没有一招半式，只是思想法门的口诀，却能套用于武功、谋略、战阵之上。修行大成者如同棋艺高手，能洞悉敌人接下来的每一步，并计算出对应方式。于是可以预先设下陷阱，让敌人跌入自己设计的陷阱死局而不自知。从狄仁杰怀疑裘一帆开始，裘一帆就已经跌入狄仁杰的精准设计之中，一步不差。你是说狄仁杰懂得义帛术？可是当时他曾经做出错误的判断，比如说他认为裘一帆的鞋底并没有那鞭炮碎屑。是，这正是义帛术的恐怖之处。这个错误也在计算之内。狄仁杰故意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让裘一帆对他更加依赖，那狄仁杰便可以把裘一帆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你是说狄仁杰从肯定裘一帆是凶手那一刻开始，便已经计算出他会死在自己的剑下？从那刻开始，狄仁杰就决定要杀死裘一帆。或许常振峰出现只是个意外，但狄仁杰即兴的改变计划，让常振峰可以亲自为妹妹报仇，不止大快人心，也让这个案件有了完美的结果。这么说，狄仁杰确实是懂得义帛术了。不确定，义帛术是传说中的神技，练成的人不多，听过的人也不多，是否存在都不知道。但就算是义帛术，也未必牢不可破。江少卿，是否有意和那狄仁杰较量一番？我怎么就离开一会儿，我妹妹就成这样了？终于摆脱常振峰的纠缠了。这甩掉常振峰，比对付裘一帆还费劲。王大哥，这事情还没查明白，你怎么就放火烧尸呢？慕容清说，蛊毒除了用火烧之外，根本无法去除，会继续疑惑，所以我不得已而为之。任姐，现在大家都在猜测，说是因为昭燕不满我逼着她和裘一帆成亲，才会服毒自尽。但是因为实在太讨厌裘一帆，所以才会嫁祸于他，想把他拉入地府。却没想到被你误打误撞，为长宁乡洗雪尘冤，也算是天意。昭燕任性刚烈，这样做也是有可能的。但这件事还是有太多的疑点，难道王大哥就不想查明真相吗？想，当然想。只是最近公事私事实在搅得我精疲力竭，觉得有些累了。昭燕之死确实是有很多的疑点，但是眼下朝廷更有一件大案，让我和蒋浩辰非常苦恼。所以昭燕指示，还是等侦破了这件案件之后，
再做调查。王大哥和蒋少卿合称长安2大神判，文武皆决。什么样的案件可以让你们俩头疼？不知小弟可否帮忙啊？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帮我，但是这个案子牵扯到皇室宗族之秘，实在是不便外泄。就为狄仁杰破例吧。王大人，节哀顺变，感谢2位大人的关心。刚才蒋大人何出此言？眼前这件大案，你我联手都没理出个头绪，实在枉为大理寺少卿。因此，严大人提出建议，说让狄判佐加入调查。凭着他过人的智慧，说不定会有突破，也不一定。不知道王大人意下如何？既然蒋大人如此说，好。这个案子就是从这具尸体开始的，所以我们把它封存在这个冰窖里。不可能，天下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死法。他的死因是什么？这个人是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，导致气息中断，气绝而亡。自己掐死自己，有可能吗？绝对不可能，人不可能自己掐死自己。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，气未绝，人已昏，双手自然会松开，气息也会恢复正常，所以人不可能掐死自己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自己试试。是有些难受，但是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人的确是自己掐死自己。他究竟是谁？他是御医方太极，皇后派他来给武媚娘检验身体。据当时在场的证人说，他是死于武媚娘的验圣之术。什么是验圣之术啊？验圣之术，即是巫术。3位大人，如果要让人杰相信巫术可以杀人的话，那等同于让人杰相信人可以自己掐死自己一样荒谬。我倒觉得武媚娘不简单，说她会验圣之术，我也不觉得奇怪。蒋少卿，我倒觉得武媚娘只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，不简单的不是她，而是人的命运。自从她进入后宫，她的人生其实早就交出去了。这武媚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此女14岁被召入宫中，甚得先皇的宠爱，封为武才人。只是有一次，命相大师李淳风为大唐推算国运的时候，对先皇说了一句话：唐3代后，女主武王。唐3代后，女主武王。当今圣上正是大唐的第3代皇帝。难道李淳风的意思是，下一个接任者是个女人？不单是女人，而且她还姓武。在先皇的身边，符合这个条件的，便只有武媚娘一个人。所以，她的命运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公公，你可知皇上什么时候召我侍寝？公公，能否把这个交给皇上？武才人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，皇上啊是不会再宠幸你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武才人今日起贬为宫女，钦此。从此，武媚娘在宫中虚度了整整10年光阴，
直到碰到当今圣上，当时的皇太子。皇上曾对我说，那是他第一次自由与一个女子恋爱，但命运没有就此眷顾这个女子。太宗病逝，武媚娘的命运再次臣服，而且更是渺茫。她因曾受先帝宠幸，而与其他嫔妃一起被送到感业寺削发为尼，直至老死。水中你的影子，散不开的心事。看今天的精彩咫尺，你却让我相思。爱是纠缠的故事，前生早已开始。历寂寞那岁月飞逝，我也勇敢地坚持。我要跟着你一辈子，从相遇直跟到死，哪怕再多风雨侵蚀，依然紧扣着十指。爱是纠缠的故事，前生早已开始。历寂寞那岁月飞逝，我也勇敢地坚持。扣着十指，我要跟着你一辈子，从相遇直跟到死，只为那份爱的真实。我的心事，我的心事。没想到
命运又再一次的把这个弱女子推向了风口浪尖之上。1年前，皇后因为自己未有所出，为了讨好皇上，便提议让这武媚娘重回后宫。也正因如此，她才卷入了这场命案之中。想想，此女子也真是可怜啊。武媚娘能够得到2代天子的宠幸，你说她可怜？我倒觉得她不简单。这感业寺是宫中妃嫔落发苦修，度过余生之处。为保他们安全，故一直谢绝香客，并有重兵驻守，闲杂人等一律禁足。即使守军，如非必要，也是妄入者斩。除非持有皇帝或皇后亲赐的令牌。7天前，御医方太急奉皇后之命，为武媚娘做入宫前的身体检查。媚娘，什么事？御医死了。方御医，方御医，方御医，方御医死了，死了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当时只有武媚娘在旁边，若不是巫术，又如何让人自掐致死？但是杀人动机呢？御医死后，他的随从向我们透露，御医死前5天，曾来为武媚娘把过脉，当时就怀疑武媚娘怀有身孕，不守贞洁。这次来就是想证实此事，没成想在这蒲氏殿中离奇死去。那王大哥的意思是，武媚娘怕她怀孕的事情会影响她重新回到宫中，于是将御医杀死。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施主，请转告武媚娘，大理寺少卿蒋浩辰、王浩德连同阎立本大人及汴州判佐狄仁杰求见。请几位大人稍后。御医的死讯传到宫中以后，皇后也认为是武媚娘用巫术害死了御医，便想用火烧死他。皇上得知以后大惊劝阻，终于皇后做出让步，却要皇上在10天之内找出真凶。10天之后子夜的更鼓响起，如无结果，不管是与不是，都将是武媚娘的死期。现在距10日之期只剩3天。狄判佐，这武媚娘多年以来一直在这蒲氏殿中为先皇和皇上祈福，你觉得这样一个女子会使用巫术杀人之徒吗？仁杰在汴州初次与严大人相见，严大人正是受皇命快马赶回长安，为的是否就是此案？正是。皇上要我和大理寺2位少卿一起调查此案，好还武媚娘一个公道。只是现在还是毫无头绪。那武媚娘对御医的死有何回应？武媚娘一直不肯接见我们，也不肯对怀孕的事情做出分辨。武媚娘说了，只见狄仁杰一人。狄判佐，看来此案你就是不想参与，也是不行了。
媚娘见过狄大人。我该如何称呼你呢？乡音无改，大人是并州人吧？我也是并州人，就叫我媚娘吧。好一个乡音无改，彼此彼此。普世殿是礼佛地，请大人屈就。入乡随俗，入死随佛，何屈就之有？据说御医死后，媚娘一直不肯接见几位大人，这次却因为人杰破例。难道真的因为我们是同乡？不，同乡情谊怎能和人命凶案相比？媚娘肯见狄大人，是因为你和其余的3位大人不同。只因为他们身在朝中，我却在朝外。愿闻其详。身在朝中，处事难免受制。正如严大人受皇上之命调查此事，必定偏护媚娘；而大理寺2位少卿，虽然是众口称誉的神判，但他们的背后有皇后施压，调查起来，判断难免会受影响。就只有狄某人身份低微，或许对人对事还能保持中立，以一个平常人的心来面对这个案件吧。与大人说话真是乐事。大人有事请问，在观音面前，媚娘定坦诚相告。御医方太极是如何死亡的？就在此地，就在你所做的蒲团之上。当时御医正在为媚娘把脉，然后轻咳几声，便把自己饿死了。御医，御医，御医，御医。媚娘可是相信这世上有巫术？媚娘是否相信并不重要，关键是狄大人相信吗？人杰只相信证据和真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媚娘是否怀有身孕？是。人杰告辞了。狄大人，媚娘有一事相求，刚才大人所想，烦请大人守密。与媚娘对话真是乐事。放心，人杰刚刚所想，定不会告诉他人，因为这也关系着人杰的生死。3日之内，定还媚娘一个清白。狄大人，家乡的芍药可开好了？媚娘喜欢芍药。小的时候，外婆总采来给我们酿胭脂。我也很久没有回到并州去了，现在已经6月了，想必芍药快开了。大人请便。狄判佐，这普世殿跟感业寺其他殿堂的结构很是不同，而且格格不入，是同时建造的吗？感业寺建于隋朝后期，和这普世殿应该是同时兴建的，但为何风格不同就不得而知了。那为什么把普世殿建得这么与众不同呢？狄判佐，不
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了。方才，武媚娘跟你说了什么？她说玉衣不是她杀的。就说这些？她还说她的确怀有身孕。没说孩子的父亲是谁？她没说。所以你认为人不是他杀的？我确实相信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巫术，但也相信，如果要证明武媚娘不是真凶的话，要有确切的证据。三位大人，请允许人杰参与侦办此案。好啊，求之不得。狄判佐，你有什么要求的话，尽管告诉我，本官会安排的。那请大人在普氏殿前加派守卫吧。啊，难道普氏殿还会有事发生吗？这御医此时殿内只有2个人，如果武媚娘不是真凶的话，那必定有第3者在殿中。但御医死后，普氏殿一直有人看守，这凶手到底是如何逃走的呢？所以你相信凶手还在普氏殿？我刚刚去看过了，机会不大，但有可能。有这个可能，便不能放过。我们即刻加派人手，我来亲自彻底搜查此殿，以策万全。那任杰待会儿去找一个朋友，或许他可以帮助任杰解开这御医自掐而死的谜团。我回来后就跟王大哥一起搜查普氏殿吧。那倒是好。你要找的朋友是慕容姑娘吧？对，这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庄主，这医术冠绝江湖，而且见识渊博，说不定可以从她口中得到一些线索也未定。况且，因为王昭燕的死，我也有事情要问她。好，慕容姑娘住在凤来客栈，她这几天可能会离开，你要找她的话，要快一些。哎，那这样吧，狄判佐，你马上去找慕容清，我和蒋少卿呢，赶紧回宫里向皇上禀告。王大人，你就留下来继续调查。好，10日之期只剩下不到3日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分头行事吧。蒋少卿，走。看来你是不相信武媚娘是凶手吧？她不是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她是否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刚才却没有说出来。不，正是因为她有些事没告诉我，所以我才认为她不是凶手。我问她是否怀孕了，她很爽快的就承认了，却没有说出孩子的爹是谁。难道你猜出了谁是孩子的爹？他是谁？说不得。说不得？说不得就是孩子的爹，你也不要再问了。等他孩子的爹亲口承认吧。就因为我猜出了孩子的爹是谁，故此武媚娘根本就没有杀死方玉一的动机，所以她根本就不是凶手。任杰，王大哥有何指教？王大哥是不想任杰参与调查吗？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。来，王大哥如果想让任杰调查，便早会对任杰明言，不用严大人和蒋少卿提出。只是昭燕的事让你无辜的牵扯进来，魏兄真是于心不忍。王大哥何出此言？难道调查真相不是您所希望的吗？任杰，有时候真相更是令人难以承受，尤其此案牵扯之广，完全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。关键是，一旦查出真相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任杰，你我是交心好友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：如果此案威胁到你的性命，你要即刻抽身，辞官返回并州，从此不再涉足官场。王大人，真的这么严重吗？你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那我就放心了。今晚来我家暂住吧，咱们兄弟几个好久没有喝一杯了。那仁杰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晚上见。看来这王大人一定知道一些有关此案的重要秘密。这秘密不但重要，还会威胁到人性命。仁杰兄，看到那个最红的了吗？哎，等等，注意你的呼吸，还有风。那苹果无时无刻不在飘动，记住，不能伤它分毫。师傅大人，仁杰这次的作品，你还满意吗？确实进步不少，今晚可以陪为师多喝3杯了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仁杰，知道我为什么教你用铁笔做暗器吗？是想你今后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可以做防身之用。仁杰只是一个小小的书生，又不是什么闯荡江湖的大侠。就是因为你是一介书生啊。人的一生很难说什么时候会遇到危险的。你为人太善良，我怕你被人欺负。慕容清是我的师傅，谁敢欺负我？想喝醉吗？还记得当时我来药王山庄拜师学艺，姑姑根本不肯收留我。还好你当时替我说话。谁叫你一进来就莽莽撞撞地打碎我最心爱的酒杯啊！谁叫我当时马上就闻出来，那就是20年前酿的女儿红。谁知你立刻就说这是好酒，打碎了可惜。你这个女酒鬼啊，分明就是想找个人陪你喝酒。可是我现在不只想要你陪我一起喝酒。
笑傲江湖，一起上山采药，一起研究医术，一起做药王山庄的主人。要是让我一个人承受这些，我真的承受不起。今天的精彩咫尺，你却让我相思。爱是纠缠的故事，前生早已开始。历寂寞那好了，岁月，就让我们今晚大醉吧。我也勇敢的坚持。好，那我们就一醉方休吧。从相遇直跟到死。我想我以后想喝酒的时候，都找不到人陪我。风雨侵蚀，依然紧扣着十指。风吹动你温柔发丝，吹不乱你的梦丝，穿越过千秋万世，爱不会停止，相背相依，不离不弃，永在一起。我要跟着你一辈子，送上一这根的丝，只为那份爱的真实，我的情绪。大大，我们不是来找慕容姑娘的吗？为何在这里站了1个时辰多了，还继续站着？你是怕她不肯见你吗？不怕，因为他正在等我。那你为什么还不上去啊？你这么一直望，脖子不酸吗？好好好，我投降，好吧。唉。狄仁杰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王浩德出事了。小姐，你还在等狄仁杰？用不着你管。我怎么能不管？我们要赶在城门关上之前离开。我们走后，王少卿向武媚娘借了捕食殿的钥匙，为了安心调查，一个人进去。谁知1个时辰过去了，王大人却还没出来。众人敲门时，发现门已被反锁。参见蒋大人。王浩德大人还在里面吗？还在店里，没有出来。狄仁杰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快去救王大人。
救人呐！小姐，上车吧。小姐，狄仁杰是个寡情的人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想着他了。我想什么与你无关，别忘了，我是小姐，你是奴婢。哎呀，小姐，这次到长安城，我已经陪你做了很多大胆的事儿，都不知道怎么跟姑姑交代。姑姑最不喜欢狄仁杰，平时你还要跟他见面，那我真的很难。我宣布，从今以后，慕容清便是我药王谷第20代谷主。参见药王谷第20代谷主。谁敢挡路？我要慕容清跟我走。王浩德大哥受了重伤，谁下的手？我。我已经用玄丝神针为王大人保脉续命，接下来为他做好止血，免得血脉一通，血流不止。蒋大人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今夜，王大人把自己反锁在了感业寺的普施殿中，无声无息，直到我跟狄大人赶至，推开殿门才发现。王大哥，王大哥，坚持住，人家来救你！王大哥，坚持住啊！墨雨，拔剑！拔剑干嘛？将王大哥的手7万斩下！快，来不及了！蒋大人，墨雨，王大哥就交给你了。大人，感业寺的官兵已经全部都死了，他们都是自己把自己给掐死的。大人，不会真的有鬼吧？传我令下去，立刻封锁城门，擅自出入者斩。另外再派3万士兵去巡逻长安城，一旦发现可疑人物，立刻收监。是。狄仁杰，你总算亲眼见到了吧？王大人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。但是王大人的气血滞行太久，伤了3阳经，断了阳维脉，能否醒过来，还是未知。活着就有希望，王大哥是个铁汉，定能熬过去，这我不担心。慕容姑娘，你相信人可以掐死自己吗？不信。难道是有冤魂索命？我狄仁杰从来没见过杀人的鬼，只见过杀人的人。但无论他是鬼还是人，我定会把他抓出来，还王大哥一个公道。蒋大人，可否带我去看一下守卫的尸体？请。
外面还有很多跟这位死状一样的尸体。这的确是被人掐死气绝的迹象，但是又是如何做到的呢？银针，是。任杰兄已经用银针测试过了，他并没有中毒。青山流水一份，是。要我相信他们自己掐死自己，我宁愿相信他们全部都中了毒。这青山流水是我们药王山庄的秘方，如果血中有毒的话，这青山流水便会变成绿色，毒性越强，色泽越深。你问问他，这还要过多久才能变色？我狄仁杰从未见过一种毒药可以让人自己掐死自己。他应该已经听见了吧？我说的话他听不见，你说的话他才听得入耳。慕容姑娘，为什么有人说的话你会听不入耳呢？有些人的话，我就是没兴趣听。不用我重复了吧？墨雨，拿一个白瓷碗来。哦。把这个什么青山流水的给我。小姐。果然是中了毒，只是毒性轻微，色泽不深。你跟他讲，既然毒性这么轻微，是怎么毒死人的？而且又如何同时向这么多人下毒？你是不相信我的话？是他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有这种毒。走。青子，蒋大人说的对。毒性如此轻微，怎么能让这么多人同时中毒呢？他们虽然都中了毒，却并非死于中毒。是蒋大人说的，还是你狄仁杰这么想？是我这么想的。况且王大哥身在普世殿中，守卫却在殿外，为何会同时中毒？这根本不可能。看来有一个人能替我们解答。昨夜王大人向媚娘借普世殿的钥匙，媚娘便借给了他，后来便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昨夜你一直都在房里吗？正是。可有证人吗？蒋大人是怀疑媚娘与昨夜的命案有关。只是怀疑罢了，没有证据。狄大人，怀疑和谣言一样，是不需要证据的。自从御医在普世殿离奇毙命之后，媚娘的言行一直受到了监视。蒋大人要是怀疑媚娘昨夜的行踪，可以向守卫查问一下，便会清楚。杀人不一定要在现场的。杀人确实不一定要在现场，有道理。怀疑也不一定需要证据，但这杀人动机总不能没有吧？或许有人担心王浩德在普世殿中会查出什么，所以杀人灭口。普世殿的连串命案牵涉许多条人命，而受害者的死状皆和御医方太极相同。
武媚娘，你既是杀害御医的嫌犯，自然也是昨晚毒害王浩德以及多名守卫的嫌犯。蒋少卿，这只是另一个没有证据的怀疑。除非蒋少卿与无知的妇孺一样，相信巫术可以杀人，那你现在就把武媚娘扣押行刑，向皇后领功。否则，你就把凶手找出来，免得2天以后，一个含冤无辜的女子被人以大火活活烧死。我不会让你含冤而死的，我会找到证据。谢谢大人一直维护，只怕这真凶不易捉拿。不过无论如何，狄大人对媚娘的恩情，媚娘将永记于心。我也是同一句话，我不会让你含冤而死。我不但会找出证据，也会把凶手找出来。告辞。大人留步。大人，真凶若是想嫁祸媚娘，目的早已达到。现在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扩大事态，估计目的不仅如此。所以大人，万事小心。谢谢媚娘的关心，媚娘也请保重。他的确没有杀人动机，而且他说的很有道理。凶手不惜大开杀戒，一定另有目的。还记得王浩德大哥曾经说过，此案关联重大吧？我有一个预感，还会有人会因此案而牺牲。我不相信这个女人。为什么？女人的直觉，虽然说她可能不是凶手，但也绝对不是个简单的女人。证据啊，慕容小姐，其他凶手不是凭直觉的。2件凶杀案都闹到她的头上，普通女人早就一哭二闹了，怎么可能还像她那样，在你们面前言笑晏晏、娓娓详谈呢？就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杀人，所以她半夜敲门也不惊。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这个女人最厉害之处，就是能够把初次见面的狄仁杰服服帖帖地收为己用，为他顶撞大理寺少卿。光是这一手段，就已经很厉害了。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？我只是认为武媚娘不是凶手，所以才为她说话。你说武媚娘不是凶手，证据呢？不会是光凭直觉吧？我会找到凶手，找到杀人的方法。我说了，是毒。世间根本没有让人自己掐死自己的毒，你的说法，我完全不接受。这只是你孤陋寡闻罢了。慕容宝，我们走。慕容姑娘去哪儿？与大人无关。长安城已经进入戒严状态，所有的城门已关闭。你劳累了一晚，不如早点回去歇着。浩辰这就命人送你们回客栈。我要是想离开长安城，自然会有我的方法。只是现在心情突然不错，想去西市逛逛，买一点女人家的饰品，不用蒋大人操心了。他在吃醋。别说你不知道啊！现在速速去办，明白吗？你主仆2人劳累了一夜，我在天善居设了一桌酒菜，不知2位可否赏面？这提议不错，请。
快点！小姐，你不会真的是要逛街买东西吧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当然不行了，现在街上这么乱，哪是逛街的时候啊？我们还是赶紧回客栈吧。那你自己回客栈吧，我一个人逛街就可以了。小姐，你可别忘了，姑姑让我看顾着你。她说，要是你敢胡作妄为，就让我一定阻止，否则我怎么跟姑姑交代？不用担心，你被解雇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就要把你安全的带回去。解雇？什么解雇啊？我是药王山庄的庄主，难道解雇你还不可以？你已经不是慕容家的人了，也没有必要向姑姑交代，自便吧。解雇，小姐，快！帮主，怎么样？西市东市都找遍了，不见狄仁杰。哎呀，俺常振锋不再是帮主了，别叫我帮主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找谁都找不到。哎，这边。这每天麻烦事够多，常振锋也不安眠。其实任杰兄也相信普世殿一案是集体中毒事件吧？现在只是推测，就等慕容姑娘来证实了。而且啊，她一定会回来证实的。哎呀，到处都是官兵，这生意怎么做呀？干脆把铺子关了吧。老板，哎，还做生意吗？做呀，当然做呀。姑娘，你要买什么药材呀？我要一间药店。啊，浅匠不如激将，难怪严大人说你聪明绝顶。女人心海底针，也都可以被你算得这么仔细。蒋大人过奖了。如果哪个男人啊，要是自以为能看清女人心，那真是自寻烦恼的冤大头。自寻烦恼本就是男人的天性，不是吗？但其实任杰兄心里明明就不想让慕容姑娘趟这次的浑水，但偏偏又抵挡不住普世殿神秘集体杀人事件的吸引力，还是让慕容姑娘去寻找那毒药的来源。蒋大人，你想多了，我家大大只是想见慕容姑娘而已。吃你！看来狄盼佐是个多情人，也不枉蒋某冒着掉乌纱的风险，为你带来一个消息。2个时辰后，大理寺便会拘捕慕容清。道道，你听到这个消息还能吃得下去啊？你也快吃，快！啊！你俩一夜未睡，不补充一点体力，又怎么在2个时辰之内帮慕容清洗清嫌疑呢？在慕容清之前一直在药王山庄，昨晚才回到长安城。这大理寺是怎么追查到他的呢？王昭燕死后的1个月，大理寺便派出精锐展开调查。刚得到消息，说王昭燕死前1个月，药王山庄曾采购大量剧毒药材，而成分呢，就跟杀死王昭燕的相同。经大内御医的分析，王浩德所中的奇毒，天下间除了慕容清外，一时无人能配。还有，慕容清连夜离城的时间，刚好是王浩德在普世殿出事之后。一切线索都表明，慕容清可能就是谋害王氏兄妹的凶手。王浩德一案，皇上极度重视，嫌疑人等一律宁枉勿纵，所以我已派官兵和刀斧手把慕容清包围，只待一声令下，便立刻把慕容清拘禁审问。朝廷跟江湖一直以来保持着看不见的平衡，江湖的事就用江湖的规矩来解决，朝廷也就闭着眼办事。但普师殿的命案查办刻不容缓，要是慕容清被捉，朝廷和江湖的平衡势必被破坏，双方要是发生冲突，对彼此都是大劫一场。所以你知道
为什么我要冒着掉乌纱的风险，来拖延这2个时辰？是不是只要证明慕容清不是凶手，便可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？我也不是一个爱自找麻烦的家伙，况且我也是学武之人，也算半个江湖中人。有些事情，我还是不想看到。哎呀，这顿饭来的真是及时啊！只是水煮七里辣劲儿不够啊。蒋大人，你的人情，狄仁杰记住了。现在仁杰去找个朋友，半个时辰后，普氏殿外见，我定会证明慕容清不是凶手。没有啊，没有找到狄仁杰了吗？还不快给我继续找！是，找传乐峰那边，给我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站住！狄仁杰，你别跑！站住！还不快跪下！还不快给帮主跪下！啊！属下参见帮主。参见帮主。莫雨，这就是你们的代帮主莫雨。啊！属下参见代帮主。参见代帮主。这就是你交给我的新任务？正是。好，现在帮主也给弟兄们一个任务。想必你们已经做好了为帮主勇于牺牲的准备了吧？啊！牺牲！狄大人看起来胸有成竹啊。蒋大人，实不相瞒，仁杰现在满脑子里装满了酒香，其余的什么也没有。那仁杰兄还有1个半时辰进行调查。当午时钟声一响，我便会到仙药炉，亲自将慕容清捉拿归案。那事不宜迟，进殿吧。请。他们都是大理寺的禁卫，个个都是千中选一，能够在不破坏现场的情况下，搜集一切证据。难怪蒋大人无案不破，有这样精锐的禁卫队助你查案。请。他们正在巨细无遗地把现场绘画存档下来，经过存档的资料以及档案都放在那里，子时以前随便你查阅。这里的证物还真不少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昨夜在王浩德身上搜到的。这小锤不像武器。王大哥带在身上干嘛？我也是毫无头绪。狄大人，时间不多了，好好珍惜吧。不会走远了吧？我可以在殿外等你。最好，省得跑来跑去花时间。
你知道药王山庄为什么在江湖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吗？除了因为慕容家医术称神，神针绝妙天下之外，还有就是因为100多年前药王山庄的第一任庄主，冒死在马贼手上救下5名孤儿，并将他们抚养成人。据说这5名孤儿日后在江湖中成为了门派的掌门和帮会的帮主，从此江湖进入太平盛世。所以江湖中人觉得，药王山庄一直对他们有恩，恩仇必报是江湖的规矩。要是今天有人敢对慕容清小姐不利，我怕今天来此的江湖中人都不会袖手旁观。没错。对了，忘了介绍我自己了，在下墨雨，今天刚上任的长乐帮代帮主。狄仁杰，是你叫墨雨带其他人去保护慕容清的吗？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？这扇门有点古怪啊。王浩德大哥之所以拿着这个小锤，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密门。你看，依这里的灰尘状况来看，这扇门应该很多年没有人打开过了。在这个桌上放着3个圆柱体的物件，现在已经不知所踪。这地上的半个鞋印，也不是王浩德大哥留下来的。依这里的灰尘状况来看，这里面最近藏过人，大有可能是普食殿的连环凶案的凶手。你是说王厚德来到普食殿，是为了与藏在这里的凶手见面？如果他们是约定好了见面，王浩德大哥为什么要拿着这个小锤去寻找凶手躲藏的地方呢？实在是想不通。一切发生在普食殿的事，背后一定有一条神秘的线，我们还没有抓到。只差这一条线，那你就得赶快找到这条线，否则时辰一到，在仙药炉守着的那些江湖兄弟通通得死，甚至满门抄斩。你忍着累不累呀？来馋不馋？真是太香了！大口喝！哎，香不香这酒？香。闻一闻我就醉了。你就为了一个连话都不跟你讲的慕容清，要牺牲这么多条性命，值得吗？现在站在仙药炉前的人，都是分布于五湖四海中的江湖人。朝廷如果敢动他们一根毫毛，就是与整个江湖作对。即便是朝廷不出手，江湖也会找朝廷算账。还有，狄仁杰虽然朋友不少，但还真找不出来这么多人。今天站在仙药炉前的人，都不是人杰叫来的，而是来报恩的。药王山庄对江湖有恩，崇高地位至今不变，就是因为江湖中人有仇必报，但也有恩必还。这也许就是朝廷和江湖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吧。
所以我狄仁杰要保护的，不是慕容清，而是有恩于江湖的药王山庄后人。狄仁杰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官场中人，你现在使用江湖的力量来对抗朝廷啊，这是犯上的大罪。一旦追究起来，不仅功名不保，还会人头落地。若真要追究，恐怕不止追究我一个了。试想，为了捉拿一个慕容清，竟弄得整个长安大乱，朝野敌对，后患无穷，想必皇上也不愿意见到。怪罪下来，蒋大人和大理寺上下恐怕也会受到牵连吧。狄仁杰，你是恩将仇报，威胁我吗？不是威胁，是想大人再帮我一次。如果没有大人的帮忙，仁杰无法证明慕容清的清白。一是你放弃捉拿慕容清，我定会助你把普世殿的案件查个水落石出；否则，你就跟我一起查，或许有奇迹出现也未定。你就这么肯定，不是慕容清所为吗？一定不是。他就算有我帮忙，也未必能创造出奇迹。蒋大人，我想静一静，换个环境透一口气，或许对找出证据能有帮助吧。快没有时间了，所有的证据跟物证都在这里，都记在这儿了，只是太乱了，还理不出头绪。难怪有人说武媚娘不简单，大罪尚未洗脱，却还有闲情逸致在这边泼墨弄彩。案子破与不破，都不是媚娘能左右得了的。这大好的花季是上天所赐，花无百日，能赏则赏吧。说的也是，花无百日好，能赏则赏，这才是人生。这么复杂的花瓣，被你这巧手一画，似乎很简单。不是媚娘手巧，是媚娘心境罢了。这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，唯心境可观。人心不静，利令智昏；民心不静，天下大乱。唉，好一个心境！大人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？如你所言，难处确实有一个，就是心乱了。如大人不嫌妾身多事，不妨把心中的乱说出来。只怕乱了媚娘作画的雅兴。况且呀，说了也没用。不是怎知无用？既然有缘在遇，不妨一试。那就打扰了。整件事啊，就是从一张喜帖开始的。小姐，是谁在外面这么吵啊？问问不就知道了吗？谁在外面这么吵？好，
回慕容姑娘的话，外面来了一大帮官兵，已经把仙药炉团团围住，说是姑娘和王浩德兄妹之死有关。不出半个时辰，就要进入仙药炉捉拿姑娘。我是常振峰，奉帮主狄仁杰之命，前来保护姑娘的。外面还同时来了一大帮江湖人士，他们都是自愿来的，自愿前来保护姑娘的。小姐，狄仁杰的情，我可不领，让他们全部都滚。小姐，这事已经越闹越大了，要是让姑姑知道，又想让我解雇你是不是？要来要去，我自己做主，任谁也别想留住我。大人，关心则乱呐。我知道，可还是忍不住。慕容姑娘能有你这位知己良朋，真是幸运。她这要是能懂我就好了。你不知她，又怎知她是否知你？刚才听你所言，她赌气出门，又买下了整间药铺，似是心中比你还乱。好一个情谊，没想到既能乱心，又可以释怀。啊，不好，午时到了，蒋大人不会留情的。大人，关心则乱，有些问题明明简单，答案就在眼前，是因为人的心想的多了，才变得复杂难解。或许真的是我想的太多了。还是毫无头绪吗？狄仁杰，要不你现在跟我去仙药炉，劝慕容清跟我回大理寺，我保证，绝不为难他。我就要去执行任务了，没有时间再犹豫了。你去吧，我还要继续留在这里调查。时辰已到，难道你不管其他人的死活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保护慕容清是他们自愿的。如果你现在带走慕容清，他们定不会答应你。我是官，捕捉嫌犯是我的职责。还有狄仁杰，我很羡慕你，如果有机会，真想跟你大醉一场。可惜啊，
心经，心经，一定要心经。关心则乱，有些问题明明简单，答案就在眼前，是因为人的心想的多了，才变得复杂难解。答案就在眼前，我一定有看过。快出来！官府办事，闲杂人等一律退让。蒋大人，我知道我家大大十分尊重你，故还是想先求你。慕容清在王氏兄妹一案中，虽然嫌疑最大，但证据尚未确凿，不知可否网开一面，暂缓扣押呢？非常事件要用非常手段。慕容清不是个平凡的角色，倘若今日没法抓到他，他日要想再抓他便更难。那为了完成任务，只好得罪了。动手！住手！大胆！幸好及时赶到，蒋大人，我终于想通了，也找到了。真的？大大，你想到什么了？已经没时间了。我们一直想不通，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们打开普世店大门的时候，王浩德大哥看到我们，就撞到店内一塌糊涂。不是，可是这件事情跟慕容清他是不是凶手有什么关系啊？大有关系，因为王浩德看到我们，不是为了逃跑，而是为了尽他最后一口气，保护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人。他撞到店内一塌糊涂，就是为了掩饰这个。王浩德大哥孤家寡人，能让他尽最后一口气去救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王昭彦。这个耳环，就是王昭彦的。王昭彦并没有死，而且他还在王浩德遇害的时候，同时进入过普世店。这是什么味道？从药店里飘出来的。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
谁叫你们逼我逼得这么紧？要是多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够将捏死我的温柔配置成功。捏死我的温柔，就是毒害御医和王浩德的毒药吗？真是抱歉，让大家受苦了。但是为了查清长安城的离奇命案，以及还自己清白，不得不让大家大胆施药，让大家受惊受苦，还请各位原谅。啊，那个慕容小姐就不要客气了，啊，本来我们大家伙是要拼了命的来保护你的，啊，这点小小的痛苦，哎，算得了什么呀？谢谢各位，此恩此情，慕容清铭记于心。蒋大人，我买下这间药铺，就是为了要证明普世殿的离奇命案跟一种奇毒有关。请问蒋大人，现在是想押我入狱呢，还是想知道案情的线索？大风，去把朝中的严大人带进感业寺内。我在朝中也有所耳闻，朝廷并不愿意掀起江湖和官府的纷争，但是如果江湖要包庇真凶的话，朝廷也一定不会放过。人不是我杀的，江湖和朝廷的纷争我也管不了。我此次只为药，一种可以使人自杀的毒药。对于慕容清而言，也算是一种挑战。幸好你失败了。哼，那也比有些人光说不做要强。慕容姑娘，我家大大做的可多了呢，要不然刚刚朝廷与江湖的对峙，墨雨怎么会出现在外面呢？是啊，狄仁杰，刚刚你找到那只耳环呢？证据是你找到的，人自然也要你审。我蒋浩辰是大理寺的少卿，不再当你的传话筒了。蒋大人，有些人的问题，我未必会答，也未必愿意答。那浩辰只有不顾一切把你带回大理寺。慕容姑娘，人家相信你不是凶手，你未必会答的，叫人杰来猜；你未必愿答的问题，可以不回答。你只要回答你可以和你愿意回答的问题就是了。好，让我们现在重新梳理一下这件事。这个耳环是我在这普世殿找到的，是王昭燕婚礼时佩戴的。她跌出喜轿的那一刻，人杰看得清清楚楚，想必也躲不过蒋少卿的一双慧眼。慕容清，我问你，王昭燕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她是我杀死的，但也可以说是我救了她。1个月前，王昭燕来药王山庄找我。恭喜你啊，昭燕，天威堂是个好地方。我还听说裘一帆是个很英俊的人呢。哎，你这，亲姐姐，求你救救昭燕吧，这里只有你可以救我。如果你不答应我，我就只有一死了之。昭燕，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，能帮的我一定帮你。亲姐姐，我根本就不想成婚。那个裘一帆我见过，不管别人说他怎么好，可是他在我眼里就是一文不值。为何？亲姐姐，
我真的不想成婚。昭妍已经有心上人了，你比我更知道，这里再大，也只能容得下一个人。亲姐姐，这门婚事不是我选的，都是我哥哥逼我的。我求你一定要救救昭妍。你让我如何帮你？我只要你让我死。王昭燕希望我帮助她假死，她便可以和她自己的心上人远走大漠，再也不回中原。于是我便四处寻药，帮她制成了可以假死的苗骨之毒，然后亲自为她圆谎。我很羡慕她。王昭燕中的是蛊毒，会传染他人，不宜留在人多之处，尽快把人抬走吧。慕容宝，是。把王昭燕小姐的尸体小心移到后园无人之处，千万不要揭开布幔，10丈之内，生人勿近。昭燕姑娘，昭燕姑娘，没事了，昭燕姑娘。那女尸怎么办？这尸体是昨天疾病死去的，我家小姐把它买了下来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谢谢，也替我谢谢你家小姐。你赶紧走吧。我只是帮了昭燕这个忙，后面的事情我便一概不知了。后来，王昭燕根本就没有去到大漠，却来到了普世殿。以她的武功，想要躲过守卫非常简单。可这普世殿的钥匙只有2把，一把在武媚娘手里，还有一把在皇宫。那这王昭燕又是如何进到这普世殿之内的呢？好，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个问题。首先，王昭燕在假死之后，为什么要来到普世殿呢？她是怎么进来的呢？假设王昭燕一直躲在密室中，她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密室所在？这密室中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还有，王浩德为什么来这里寻找王昭燕？王昭燕是否又真的杀害了王浩德？还有御医方太极是否也是王昭燕所杀害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：假设王昭燕就是凶手，她为什么要嫁祸给武媚娘？你们进入普世殿时，可曾见过王昭燕？就算是她能进来，又是如何逃出去的呢？我们进来的时候，殿门紧闭，除了王大人之外，就只有我们3个。也许昭燕为了掩人耳目，换上了守卫的装束，在我们打开殿门的时候，她躲起来，趁乱逃走了。我们当时都在救人，就没有注意到。就算是她能躲过你们的眼睛，可是为何不会中毒呢？除非就是她下的毒。慕容姑娘，这个毒究竟怎么回事？我刚才说过了，这毒的名字叫捏死我的温柔，是世间至奇之毒。捏死我的温柔，我怎么学医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？只能怪你学艺不精，心中只有功名。
传说在几十年以前，有一名骑将叫骆红尘，他对各项工艺、天文地理无一不精。所谓匠心独运这4个字，再配他不过了。骆红尘一生最伟大的成就，便是红尘6绝。没有人真的知道这6件作品是什么。随着他的死去，6绝便随之消失，同时消失的还有他的后人。但我曾听姑姑说过，6绝之一便是天下至奇之毒，捏死我的温柔。严格说来，捏死我的温柔只是由2种普通药物混成，一种令人喉头生出火烧之感，另一种令人双手肌肉突然收缩，任何一种都不能致命。且所用之药材，就是普通药店都能买到，所以我才能即刻炼药，但却不能像骆红尘那样，化腐朽为神奇，把用药分量和药发的时间掌握得出神入化。第一种药，先在喉头爆发一阵剧痛，就在中毒者双手下意识捂住喉头之时，雨衣。第2种药及时发作，令双手手臂肌肉迅速收缩收紧，于是便出现了饿死自己的诡异情景。但最恐怖的是，捏死我的温柔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提炼的药物结晶，遇风即化成无形，且随风流动。中毒者不出半炷香的时间便会毒发，而小小的一点进入风中，便足以让数10人中毒。所以它一直存放在竹筒之中，并以桐油浸泡，阻止与空气接触。既然它毒发需要半炷香的时间，那方玉一很可能在进入普尸殿，等待武媚娘来之前就已经被人下了毒，所以武媚娘一定不是凶手。这样解释也未尝不可，但浩德兄进入普尸殿1个多时辰之后才毒发，这又要怎么解释？墨玉，这地上的污迹是什么？是桐油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一定有人在大殿内放毒。会是王昭燕吗？这有可能。但浩德兄出事时，殿门是紧闭的，外面的守卫又怎么也会中毒呢？此刻也是大门紧闭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气闷？蒋大人，请命人拿一个发讯号的烟弹过来。好。大家注意看看四周，有没有红烟冒出？这里有红烟。看来普尸殿内是有通风的通道，捏死我的温柔，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。捏死我的温柔，果然随风而动，沾者即死，恐怕会大事不妙。狄判佐，此话怎讲？试想一下，要是有人站在京城的顺风之处，将承载着捏死我的温柔的竹筒打开，那京城会怎样？长安城便会成为鬼域。若毒气飘至皇宫，那便是大唐社稷的灾难。大风，
立刻赶回大理寺，通缉王昭彦。他身上极有可能携带剧毒毒药，若他敢反抗，立刻格杀。蒋大人，毒药可能不在王昭彦的身上，而且此案尚有诸多谜题未解。如果杀死了王昭彦，恐怕会让一切线索中断。狄判佐，现在普氏殿一案已牵涉到我大唐社稷的安危，接下来就交由朝廷和蒋少卿全权处理吧。你的职责已尽，其他的不必再理会了。严大人，人杰做事向来有始有终，从未中途放弃过。狄判佐，是非得已，不要再执着了。那把王大哥交给任杰来照顾吧。等他苏醒后，我问清事实，便会离开。任杰兄，王少卿自有御医会照料，你不必担心。严大人，当初让任杰协助查案的正是大人，而如今到了关键时刻，大人却让任杰请辞。请恕任杰办不到。如果任杰猜的没错，大人要捉拿王昭彦，不但是为了社稷，也是为了帮助武媚娘洗清罪行。为了不让她2日之后被火星烧死，好向皇上交代。